一家面馆一碗面卖55，每天只卖30碗，还排队2个小时。这面就这么好吃吗？我现在就在这家店门口，让我们看看这面是不是就这么离谱。这家面馆好像就那个小巷子里啊，这地方也太难找了吧？哎，前面那里怎么那么多人？这是在干嘛呀？看爸爸电影吗？这是不是就是那家面馆啊？老龙亭？哦，就是这里啊。现在才4点，人就这么多了，我还以为我来的算早的呢，看来是吃不到第一波了。这店门下面开了条缝，还有点神秘。但这店门口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为了这碗面真的值得排2个小时吗？这面究竟长啥样啊？哎，老板出来了，开始点人数了。哎，不是，我们还没开始吃呢，你怎么就让人走了？我们的话有没有必要排下去？因为排队时间就起长了，一旦没有50就7点钟。啊，来晚了要等到7点啊，那不是还有3个小时？哎，这老板又端了什么东西出来了？这什么啊？哦，这是熬汤用的骨头，这骨头和肉都快被熬化了吧？老板还把熬的汤放在旁边，让我们先试着喝一下。这就是汤底吗？那我现在尝一尝。这汤给我感觉并不像大部分日式拉面汤底那么油腻啊。老板说里面加了菇类和药材，味道确实挺独特的。这更让我好奇这拉面究竟是什么味道了。这菜单上只有几个菜，而拉面其实只有一种。等了这么久，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吃到这碗面啊？坐在外面还挺冷的，但是大家都在这儿等了。老板开始放椅子，估计要开店了。据说这家店开了快10年了，但是只有老板一个店员，店里面只有8个位置，每天只卖35碗哦。这2个小时真的值得等吗？哎，终于5点钟第一波人进去了，就坐到那儿，老板才开始点餐。我就想看看里面究竟什么样的，所以靠近偷窥了一下。辣的不辣的？双倍不便宜。之前有没有吃过？来过，双倍分量很大哦。然后呢，小吃要哪些？关东煮、蟹柳沙、1块果冻。好，啤酒跟汽水呢？关东煮看小心。然后我又等了快1个小时，终于进去了。店里面其实非常小啊，基本上是人挤人。台子里面就是厨房，虽然东西很多啊，但是环境并不脏。台子上面就摆着拉面的料，所有的配菜和佐料都是能够看到的。老板就在你面前忙来忙去，还会哼歌。下面4位客人可以看一下菜单，菜单旁边那个展板上面。他在用喷枪烤叉烧，这种做法我以前是没见过的。汤煮开了，看来我的面要好了。双倍。哎，终于我的面端上来了。哦，这么大一碗，这看着就很有食欲啊。让我来尝尝这面究竟怎么样。老板的建议是把海苔和叉烧夹在一起吃。它这个叉烧很厚，而且表面是烤过的，配这个海苔吃确实还挺好吃的。让我再来看看这面怎么样。面条很劲道，偏粗偏硬，但其实也只是日式拉面的一般水平啊。但这个汤确实很独特啊，因为我吃过的日式拉面味道其实都很咸，而且有些汤熬得太狠，甚至油腻到发臭。这个汤底虽然浓，但并不腻，而且有一股香味，可能是里面的松茸和党参的味道吧。而且这面里面有这么多蔬菜可以解腻，让我尝尝这个关东煮如何。做不辣的双倍，然后。关东煮倒是挺一般的。由于面和蔬菜是可以免费加的，所以我又来了一碗。面里面的松茸和熬烂的肉都还挺大块的。一个面条给等着，我把这些4个客人。好的，那我就先做这4碗了。这汤完全不腻也不咸，还非常好喝，所以我把它喝完了。我看老板现在不太忙了，所以开始带话。老板以前是在日本待过吗？对，我在日本做交换生，在拉面店打工的。在哪儿啊？和歌山。和歌山哦，那边。哦，我去年刚去过那里。啊，是吗？对，我去白冰，对，白冰那里去了趟。对，黑草温泉、白冰温泉。那这个拉面是和歌山那边的风味吗？还是？对，你把下面的蔬菜跟肉去掉，就。就是那边好像叉烧是不会这样烤的吧？但是那个煮不是烤的叉烧。哦。和歌山的话没有蔬菜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对，其他的哪里就没有蔬菜啊？啊？日本哪里都没有蔬菜？有，咱们没有。你吃强拌面没有吗？强拌面对啊，多
多的食材是吧？啊，我吃完出来了，在门口一打分牌，结账的时候老板会给你一枚磁铁。由于我觉得观众组一般，就给你个9分吧。我吃的第二波大概是6点钟进去的，吃了45分钟出来，现在外面还在排队排第3波，第3波估计要7点钟才进得去。就今天是工作日啊，人还这么多，所以建议大家工作日早点来，周末估计不行。你说这面真的值得在寒风中排队2个小时吗？当我准备离开时，想起老板写的那句话，我知道大家因名气来的，但它只是普通的面而已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。这句话让我回味了好久啊。